去齊齊哈爾街頭逛一圈，大家有沒有發現外面好像冷清了不少？不管是去百貨大樓萬達，還是去逛晚上的夜市攤，總覺得少了點以前那種人擠人、熱鬧哄哄的老煙火氣。不少地段挺好的鋪子，竟然都在悄悄掛轉讓。這人都去哪兒了呢？是年輕人都往南方或者哈爾濱擠了，還是大家都開始把錢包捂得死死的？幹餐飲這麼長時間，突然間就不想幹了。一個是現在餐飲本身就不好幹，二一個是長期從事一項工作時間太長了，就會有點煩。大家都知道我們幹餐飲大概有10年了吧，人生第一桶金也來源於餐飲。但是10年後的今天再幹餐飲，用一個詞兒形容的話，我感覺就是九死一生。就是10家餐飲店，也許就1家店掙錢，其他9家都不怎麼掙錢。買房之後，生活直接降級，不敢隨意辭職，不敢大額消費，每月準時預留房貸，偶爾會感慨壓力太大，心生悔意。但傍晚站在陽台看城市煙火，所有委屈瞬間消散。房貸束縛了開銷，卻給了一家人安穩落腳的歸宿。就我今天出門啊，去沈北擺了一天攤，我才知道現在的消費形勢能有多嚴峻。我賣這個髮圈，便宜的5塊錢一個，就是很可愛的那種款式，然後好一點的是8塊錢一個，15塊錢倆。這對母女來了之後，她女兒就在5塊錢的這對裡邊選，然後她媽媽就在8塊錢的那個裡邊選，然後選完之後的話，他媽問我这2個多少錢，我說2個你給我12就行，便宜1塊錢。我能看出來他很喜歡那個髮圈，然後他看了幾秒鐘，他說算了，我就要一個這個5塊錢的，沒有跟我講價，付了5塊錢，領着他女兒就走了。博主感嘆說，從這對母女身上就能看出，人們花錢真的越來越謹慎了，因為掙錢實在太難了。他說自己也是一樣，他回憶以前跟朋友出去吃飯，經常點一杯20-30塊的咖啡，可現在如果哪天工作累了，他給自己的獎勵也不過就是一杯9塊9的咖啡。現在做實體確實太難了，經濟不好，簡直天天都在有人在倒閉。之前我到這裡來的時候，這一條街這一排都是開着奶茶店的，前天還開着的，今天就沒了。然後這個手機店也是近段時間關閉的。看這個手機店，關了沒多久，然後這一條街現在都空蕩蕩的。這2年啊，消費降級，我想問一下大家，第一個砍掉的消費項目是什麼？我先說啊，我第一個砍掉的呢是衣服、鞋子、包包一類的，基本上買的很少，有的也不怎麼買了，或者買便宜一點。你們呢？開了10年的便利店倒閉了啊，就是這個店啊。開了10年的時間，從這個小區交房到現在啊，今年終於倒下了啊，可想而知今年的生意有多難做啊。這個店寫的是一個連鎖啊，但其實他們的門店都是夫妻自主經營的啊，公司是不提供任何支持的。以前這個小區一鋪難求啊，現在貼了非常多的轉檔啊，比如這個全部貼出來直租啊，轉讓費都不要啊。所以可想而知，現在生意有多麼難做啊！最近，黑龍江的大慶、海倫、嫩江、安大等多地鬧得沸沸揚揚，起因是網傳當地要對商戶進行大範圍消防和衛生抽查，不合格就進行巨額罰款或強制停業。結果，這個消息引發了全城商戶集體閉店罷市，很多老百姓私下議論。這分明是地方政府沒錢了，變着法子搞創收呢。剛開始，消息只是在海倫市流傳，商戶們為了躲避檢查，紛紛鎖門。可沒想到，這股關門潮像傳染一樣，迅速蔓延到了大慶、安達、嫩江和蘭溪等地。一時間，到處都是鐵鎖把門。雖然後來很多地方緊急發文闢謠，但根本穩不住人心。街上依然冷冷清清。店鋪大門緊閉，市場一片蕭條。嫩江的劉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，最近要查消防設備、走火通道，還要查衛生環境。他們要求商戶購買他們指定的消防設備、滅火筒，不買就封店。我一個親戚開小超市，也被要求買滅火筒。網友對此罵聲一片，這跟土匪有什麼區別？黑社會來收保護費嗎？太嚇人了。
地方財政沒錢了，以後這種事怕是少不了。由於輿論鬧得太大，官方為了降低影響，目前已經取消了這次檢查計劃。這是今天什麼情況啊？這怎麼都關門了呢？這每前這府園東門是最熱鬧的一條街了，這今天瞅瞅都關門了。這本打算買點菜呢，這一瞅這超市啊、小賣店呢都關門了，不知道大超市關不關門呢？今天聽說很多什麼商家做買賣的基本上全關門了，應該是联合什麼大檢查呀。這頭回碰到這種情況呢，這家所有商鋪都關門了，反正也有個別的没關门，也有個別的開着门呢。大约明天開門吧啊，這不開門屬實老百姓不方便呢。看看沒有一家開門的，全都關門哈，不管大的小的啊，全都關門，這嚇得都嘚兒喝的。那检查组來了，說進屋就得几萬塊，也不知道是真事假事。本來这買賣就不好幹，海倫到处都是出租出对，现在可倒好，又添彩了，說檢查組來了，這家伙嚇得都嘚兒喝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這一天吶，這小心臟啊，都得擱這手捂着點，要不都得掉出來。瞅瞅，这人都在這外邊觀望。最近咱們伊蘭也有不少商戶已經關門啊，不知道真確實有沒有檢查呢？但是都關門了啊，可能都還怕罰款怎麼樣？確實現在實體不好做啊，你罰的款，我這幾個月都緩不過來勁兒哈，這是事實。就是6月初我就聽說這個事情，我們同行在群裡就說，從绥化、大慶、嫩江、齊齊哈爾就陸續的路面上集體的這個商戶都集體關門，集體放假了。蘭溪的父老鄉親們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，我現在位於黑龍江省绥化市蘭溪縣，沿街不少商鋪都處於停業狀態，裝有捲簾門的全部落下，沒有捲簾門的也紛紛鎖上了大門，具體原因暫不了解。這樣的景象和此前肇東、安達以及绥化北林區的情況基本一致。事實上，類似的事情近年來在各地屢見不鮮。不少地方都曾以消防、環保、安全生產等名義對企業雁過拔毛，比如廣東韶關和汕頭，此前就以消防不合格為名，對服裝廠開出高額罰單，引發社會關注。我們倒閉了，今天不聊別人，聊聊我自己。這個話題是所有生意人都不想遇見的。可是我在這個行業深耕10年了，當我貼出外對2個字的時候，我相信只有做過門店的人才會懂，內心是有多麼的不甘。多麼的心痛！2017年，我們做了第一家水果店，也就是說現在的江南店、世貿店。當時的我們還沒有資格去北京拿貨，去產地發貨，更沒有資格從泰國空運榴蓮。當時的我，只能去當地的果庫拿貨。博主回憶說，第一次進貨時，他買了一些梅龍瓜，沒想到運回店裡後切開一看，這些瓜根本不能吃。他隨即找到批發商理論，對方卻不耐煩地說：“你一天才拿2箱貨，怎麼還這麼多事？”這句話刺痛了他，他決心以後再也不從這家批發商進貨了。不過這件事反而激勵了他，他憋着一股勁，把生意越做越好，後來還陸續開了幾家分店。然而如今市場行情低迷，生意越來越難做，他最終不得不陸續關掉門店。真沒想到，開店11年，我重新過上了精打細算的日子。要放以前啊，我真的是屬於那種對自己還挺好的，只要我自己想要買的、想要用的，我都會很捨得給自己投入。但是啊，最近這1、2年，我真的是開始會精打細算。原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超市還有晚上8點之後的這種促銷。而且呢，當我有喜歡的這個衣服啊、飾品啊，包括一些想要的東西的時候，我真的是會認真考慮，到底這個東西是不是剛需，可不可以不買。這2026剛過完年，很多門店就是開門大吉，然而這個便利店啊，卻迎來了它的關門大吉。湖塘隔湖中路，我身後這個仁愛大洋房旁邊這個零食店不做了，裡面的設施設備加零食都不要了。店裡面你們所看到的零食飲料8+1全部打6.8折，這個紅牛啊打下來就3塊，這個旺仔哈就3塊。店鋪從開業到閉店就1個月，裡面的設備哈都能達到9成新。這個櫃子就1500，
餐廳沒有客人，服務員能不能坐着？最近餐飲圈呢，關於這個事情吵翻了天。我說3點，你看有沒有道理？第一個，店裡沒有客人，讓員工站一天，真的沒有必要。很多餐飲老闆死規定，上班時間呢必須要全程站着，哪怕店裡一個客人都沒有，畢竟只有3、4千塊錢的工資，一站呢就是10幾個小時。客人是來開開心心吃飯的，不是來看店員罰站的。第二個呢，只要服務跟得上，沒人關心員工是站還是坐。客人有需求，只要店員呢能夠第一時間跑過來，熱情主動，沒有人會在意他們在忙的時候是站着還是坐着。服務質量看的是響應和態度，不是形式主義。博主說，对员工好一點，其實就是對自己的生意好一點。那些能把店做得長久、口碑一直穩的老闆，都懂得尊重員工。員工被善待了，服務自然會上去，顧客也能感受到。可惜的是，很多老闆直到關門那一天都沒明白這個最基本的道理。餐飲店為什麼有些火鍋店天天排隊，有些火鍋店天天虧錢？我告訴你一個最真心的真相，90%的火鍋店倒閉真的不是它味道不行，而是它死在了3個致命問題上。第一就是它只會做菜，不會做生意。老闆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後廚，他去炒料、去調味道、去搞菜品，但就是不懂得怎麼去讓客人進店，怎麼去做活動，怎麼維護老客人。最後酒香他也怕巷子深。博主說，有些老闆之所以做不下去，並不是因為沒有客人，而是沒控制好成本，食材浪費、人工浪費、水電氣也不精打細算，看着營業額挺好，月底一算賬幾乎不賺錢。還有不少老闆不懂線上運營，現在大部分客人找火鍋店都是掏出手機搜索，你不做短視頻不引流，就等於主動放棄了一大半的客流。今年是我結婚的第10個年頭了，然後呢就過上了精打細算的日子。這要是放到以前啊，逛街的時候就特別隨性，想吃什麼就吃，想穿什麼就穿，根本都不會考慮什麼精打細算啊。但是現在的話就完全變了啊，哪裡有優惠啊，怎麼省錢，怎麼規劃開銷，我是摸得清清楚楚的。慢慢的戒掉這些購物慾之後呢，就是日子過得也更踏實了，更加穩定了。作為深耕昆明餐飲好幾年的老從業者，把今年餐飲行業客流暴跌、內卷嚴重的核心內幕一次性講透，句句都是大實。以前做餐飲，只要口味不差，位置過得去，穩穩當當就能賺到錢。但今年完全不一樣，行業早就變天了。現在昆明大街小巷新店扎堆，所有的新店都在低價引流，瘋狂搶客，顧客的選擇多到泛濫，忠誠度幾乎為0啊！顧客都在看哪裡划算，哪裡有團購，哪裡有新鮮感就去哪裡吃。以後做餐飲只會越來越難，接下來餐飲會面臨3高問題：第一，你的店鋪租金會持續增高；第二，你的用工成本隨着國家相關規範會不斷的增加；第三，你的食材成本會隨着食品安全法越來越高。面對這種情況，我的方法是：第一，減少你餐廳的面積；第二，減少你員工的數量；第三，減少你菜品的種類。這不做了？不做了啊？我做的蠻好的時候不做了啊？沒有生意啊？沒有生意啊？網上給取代了。哦，那說這叫戀優品啊，就在西從南路這邊啊，現在這麼多全都關門清倉賣了啊。對，全部清倉啊，5折這邊都是啊，買到就是賺到啊，這邊啊，這邊好多東西，小朋友的玩具啊都可以過來買點啊。現在實體店生意確實難做啊，你看這小百貨原來這家家戶戶人人都需要的小百貨，居然現在都做不下去了啊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